我们必须要弄清楚，这么大规模的冰毒是从哪儿来的，谁生产的，是不是还在生产，一定要抓住他。这就是你领导的特别小组的核心任务。是。我们一直在追踪这条线索。开阳的张金山，泰国的沙太，都是跟在后面，却被灭了口。现在几条线索都集中在金小杰的身上。也就是谭金山。对，谭金山、金小杰，随便你怎么叫。他是目前和这12吨冰毒最可能有关联的人。我必须要小心地经营这条线索，而这条线索的核心，现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是我。是你。可不巧，我和他有交情。不是不巧，是很巧。公安部一直想抓大毒枭谭金山，他早年从四川去了云南，越境到了缅北，机缘巧合地娶了军阀的女儿，成为一代毒枭，专门在云南和缅甸边境贩毒。这个谭金山和你是同乡，而且和你的父辈有交情，所以4年前我就被部里抽出来，成为一个缉毒警察。所以3年前，我又被安排受卧底的训练，成为一名卧底。是，可后来传言谭金山已经退出江湖，至少表面上的生意，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。所以我又清闲了几年，只抓一些小马仔。但是我们的情报人员一直怀疑他仍然在贩毒。为什么？毒品是个奇怪的东西，不管是吸毒的人、贩毒的人，还是我们抓毒的人，一旦和他沾上，就再也脱不开了。这是最近的阶段性成果。水晶3号，你成功了。离成功还差点，但比1号的纯度要高80%，快了。从我丁少华手里出来的冰，应该是完美的。金小杰那边有消息吗？还没有消息，我正等他过来。大哥，安青啊，最近沾上毒品了。真的？哼，这段时间我忙着工作，没注意。等我发现已经晚了，怪不得别人。但你回去跟江南说一声，以后不要再给安青提供毒品了。好，我查一查，我保证不会再让江南卖给他1颗毒品。放心吧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推测，所以在启用卧底的时候，我确定的是你。现在证实了我的推测。从他这里，我们肯定能找到突破口。所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巧合。今天的局面，是我们一步一步辛苦经营来的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他甚至当众叫出我爸的名字。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怪物没有告诉你这些，但是，第一，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他和你父亲的关系。第二，我需要你有真实的反应。金小杰非常的狡猾，如果你装，很可能瞒不过他。另外，你和你家庭早年间的情况，虽然他十分了解，但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你们家搬走以后，完全失去了跟家乡的联系。就算他调查你，你也是安全的。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你最后一个顾虑，关于恩情。你印象中的金小杰是你父亲告诉你，有情有义。
几十年前的他，可能是这样，尽管我本人很怀疑。但今天的金小杰，绝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。爹，要不是您问我要，我早扔了。关系那么好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没什么用处了。没用了，是更有用了。更有用了。太巧了，一切都太巧了。巧不好吗？不好，非常的不好啊！唉，这辈子我最怕的就是巧合。我只相信争取来的东西，天上掉下来的，我从来不敢接。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人家不乐意回去了。回去的好，回去的好啊！如果他要是不回去，这么巧的事情，我怎么敢接啊？他要是不回去，我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金爷，你怀疑他是卧底？他现在主动回去了，倒是有点意思了。我有点糊涂了。那么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当年金小杰刚到缅甸的时候，穷困潦倒，一次在街头碰了几个小流氓调戏一个姑娘，他挺身而出，被这些流氓拿着扁刀从街头追到了街尾，眼看性命不保。可谁知道那个姑娘是大军阀陆家的女儿，陆家的卫队及时赶到，救了金小杰一命。从此以后，陆家把金小杰当儿子一样看待，最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我知道这些。后来陆家在军阀派系的斗争中被杀，妻子几年前病逝了。金小杰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陆家，对妻子马丹也不错。很感伤的家族故事。想听真实版本吗？就像我跟你说的，没有巧合，从来没有那么多巧合和浪漫。从最初的街头英雄救美，那几个流氓就是金小杰安排的，为的是寻找靠山。他找到靠山以后，就开始涉足毒品生意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岳父陆家最痛恨的就是毒品，因为他的亲弟弟就死于吸毒，所以他不但没有给金小杰武装上的支持，还严令金小杰远离毒品。所以金小杰勾结了陆家的对手，杀了陆家。他的妻子马丹一直不知道这些，而且也一直在苦苦相劝金小杰远离毒品，甚至以死相威胁。金小杰答应了他。可是后来，他发现金小杰一直在偷偷的贩毒，而且他也知道了自己父亲的死因，所以他的妻子马丹自杀。是。金小杰所有的资料都在你手中的档案袋里。今天的金小杰已经不是当年的谭金山了。你看完这些资料，就会真正了解到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在等你的回答。好，我回缅甸。尹局长。喂，邢天宇同志你好，我是尹山，我代表禁毒局感谢你。谢谢。有了你的参与，火种行动现在开始。不要再给安青白粉了。不要了。不要。不
不是你跟我说让我给他白粉吗？还说这是丁少华的唯一弱点，可以控制丁少华。够了，他已经上瘾了。丁少华也知道是你给的白粉。哦。而且不要轻易接触这个女人。给丁少华造成点压力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过分，啊。明白。